我不该拿你的意中人来说事儿，那样很坏。姐姐别闹我，我不闹你。我的华裳是个孤女，自小便无父无母，被属师收养，除了读书写字、吟我诗句外，什么都不会，什么都做不好。在他们村子里，连顽童都爱欺负他，动不动便拿烂泥扔他，用炭抹他的脸。他也不生气，总是温温的笑着。初识他时，我实不相信世上有这般烂好人，想尽办法折磨他。他吃足了苦头还不怕，拿什么知乎者也的大道理劝我，说的时候也好生口气的，肉脸没给我打肿了什么的，居然还笑得出来。我实在拿他没法子，怕扔着他不管，早晚令人给欺负死。横竖给人折腾死，不如让我折腾好了。哼，才这么想着嘞，回过神来便与他结了气。岛上那些个家臣可气坏了，说华庄不懂武功，又是女子，不能让我诞下未来的神君。我可不管，就当捡了小猫小狗回来。以前他们也说不能养的，最后还不都让我养了？节气成双，那是兔丝衣群目，白首共处生的事，怎能跟养小动物相提并论？婚后他还是那样，我也还是这样，时不时突然伸脚绊他一跤，捉弄他一下，连姑姑都看得摇头。后来岳晨兰那个妖女就来了，一切也都变了样。她杀光了红岛的人，杀了我的华庄，连华家村也都杀尽了。我被他白若折辱，死都不肯屈服脸，连我们当初收养在西夏视如己出的那个小女娃儿保不住。醒过来时，他们告诉我孩子被摔死了。我疯了好一阵，杀过无辜的人泄愤，跑至如一身，可又没全否。最后还是醒过来，连个能让自己躲一躲的地方也没。人生真的很奇妙呢，你说是不？楚姐姐，你是个很好的人，无论哪个女儿家跟了你，都会很幸福的。但我的华朝，它只有我而已。在这个世上，所有识得他的人都死了，若连我也忘了他，我的华场就再也没人记得，就像从不曾来过时。姐姐，在你身边，婉洁儿真的好快乐，让我觉得自己好像又活了过来，又变回了一个有血有肉、活生生的女人。婉洁儿好喜欢姐姐抱，好喜欢姐姐亲。每当姐姐与我抵足缠绵怜爱我的时候，婉洁儿都欢喜得快要疯了。我从没这样庆幸自己能遇上姐姐，尝到这般被珍重、被填满的销魂滋味。可是我害怕，我害怕这样下去，我会不想死了，我会不再想去找我的华清，再也没有了杀死岳晨兰的决心和武器。所以，我不能跟姐姐一起走。现在不行，也没有以后。姐姐，把婉洁儿还给华朝吧！不要逼我离开你。我们把这些都忘了，好不好？明儿睡醒，我还是婉洁儿，你还是好姐姐。你和我的事，我们都别再问了，好不好？可惜我不认识你的华朝，不知道他怎么想。我只是说如果我是婉洁儿的妻主，婉洁儿是我的娇妻，如果有一天在九泉之下重逢，我们要说什么好？这是什么问题？黄泉之下无日月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？是啊，我真笨，本来就是说什么都行的，但要说什么好呢？婉洁儿和姐姐一起经历过的，以后还要回味个几百年几千年，慢慢再说不妨。远游归乡，要先说的是见闻。见闻？遇到了哪些人，发生了什么事，
苦的、乐的、好的、坏的，通通都说出来给人听，才算是不虚此行。你比我聪明100倍，婉景儿，这个道理你一定能懂。倘若今天换了是你身在重拳，愿不愿见你的华妆忍辱自苦，只求与仇敌同归于尽，然后此生再无生趣，自绝于世？若换了是我，一定不愿如此。我从没想过要取代你的华霜，其实我一直想知道她是怎么样的奇女子，才能得到婉景儿的青睐。你若不曾遇上华霜，便不会变成今天这样，变成我真心欢喜的，让我疼入骨髓的婉景儿，花也不会消失不见的，并不会消失不见。只要你好好活着，它留在你身上的痕迹、印记便一直都在。是他把王景儿变成现今的模样，他会一直留在你身上。你把华长的事告诉了我，我们以后便会常常聊起他。遇到了我的好姐妹、好知己，我们也和他们说华妆，说婉景儿怎么捉弄他，还有如何待你好。这样华霜会不会比较开心？你同他熟，你告诉我好了。如果是华霜，他觉得怎样？她明明就是我的结发妻子，怎得倒像你认识她更久些？姐姐，你真是个奇怪的人，一心求死，并不能打倒岳晨兰。你已试过了一次，虽是为救人仓促行事，终归是失败了。岳晨兰不但是血肉之躯，世上更有着能令他呕血不止，周身却无内外伤的高人存在。只消计划周详，一定能杀死他。你刚才问我何去何从，我现在还不知道。妖刀之事，从来就不是我要或不要所致，但有件事，却是我经过思虑之后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完成的。这不只是为了你，也是为我自己，还有武帝窟、水月庭轩，以及我那些受苦的朋友们。岳晨兰，趁得此番良机，一举除掉岳晨兰。我想邀你入伙呢，婉景儿。好，算我一份。你打算怎么做？捕兽杀人，道理都是一样的。先设置一处陷阱，诱使深入，剪除其党羽弊主，乘其伤皮，使之立孤，集众人之力合而攻之，是为拔岳斩凤。好了，姐姐安慰你这么久，现下可是吃醋的紧，你打算怎么补偿我啊？姐姐若要补偿，自无不可，只怕姐姐吃吧。姐姐好坏，坏什么？你不是很受用吗？女人不坏，娇娥不爱。